中國比小說更離奇。鍾祖康。童年時讀中國歷史，總覺得許多中國歷史裡許多情節相當荒誕離奇，我不敢斷定這是歷史還是文學。比如趙高獻給秦二世一隻鹿，故意指稱為馬，並問臣子是鹿還是馬，借此找出不肯屈意屈從的臣子，並暗中殺害，以卯篡位。那時我覺得世界上會有趙高那樣無聊無恥的人嗎？而且會有人屈從於那樣無聊無恥的把戲嗎？由於情節太突兀、太誇張、太醜陋，我一直對此當作糞便一樣的厭惡物來處理，保持距離，不予深究。又如什麼富者天憐阡陌，貧者無立錐之地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，到底是文人故作驚人之語，還是現實？若是現實，但中國人卻自稱是禮儀之邦，那不是人人你揖我讓的嗎？後來又屢屢讀到人相識，甚至是易子而食之類更聳人聽聞的歷史片段，一發感到迷茫，令我迷惑了好多年。指鹿為馬，古今如一，隔了好多年，在讀了許多年書，苦苦追尋，並且在中國人的社會打滾了多年之後，才終於明白，無數關於中國人如何邪惡的歷史記載，90%是可信的。指鹿為馬不是依然在我們這一代眼前不斷重演嗎？當代中國歷次的整人運動、六四屠殺，到最近的香港偽特首選舉，不都是活生生地顛倒黑白的指鹿為馬把戲？特別是那個香港的偽特首選舉，649名選委即使在沒有生命威脅、酷刑、囚禁的威脅下，而只是在功名利祿的誘惑下，也自動乖乖地顛倒黑白、指鹿為馬，實在令人驚嘆。應該是所有探索人類自發奴性的學者的個案研究重要教材。更壞的是，趙高尚且沒有宗教信仰，但香港偽特首選舉的主角卻聲稱自己是天主教徒。貧富懸殊冠於歷朝，至於富者天憐阡陌，貧者無立錐之地，聽起來也是不可思議的。但看看今天中國，有人以36萬多元人民幣吃一頓滿汉全席，但數以億計的窮人每天僅能消費1到2美元之間。有人用22萬美元的 Vertu 手機，但無數人還要靠賣身、賣血、賣器官度日，而且賣血的人還隨時被血頭所操控，就如皮条以操控妓女為生那樣，農民甚至會養不起犁牛，而要以人帶牛拉動犁耙。兒童要在泥地課室，甚至露天上課，又或者根本上不起學。香港仅有人口700萬，卻有人身價2000多億港元，晉升全球10大富豪，但僅有100多萬相當貧困人口。2004年的統計數字顯示，最低組別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是2977港元，另分別約有13萬人及3000人居於板間房和籠屋等所謂惡劣居所。據社區組織協會今年公布的調查，板間房及籠屋居民的人均收入中位數僅分別有3250及3400港元，其面積中位數僅分別有18平方英尺及33平方英尺。在這裡補充一下，我查了一下換算方式，18平方英尺相當於 1.67 平方米，33平方英尺相当于 3.07 平方米。大家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个30厘米長、30厘米寬的正方形面積，這就是1平方英尺。好，繼續回到這本書。香港最富有的10%人口與最貧窮的10%人口收入相差45倍。美國和新加坡在這方面分別是16倍和18倍，而美國和新加坡與北歐等均富社會相比，就已經相當貧富懸殊。因此，香港的基尼係數已經高達約 0.55。據世界銀行2001年報告，在112個有統計的國家或地區中，香港的基尼係數排名接近100。這是全球最落後、最原始的一類國家才會有的基尼係數。香港社會始終能保持穩定和諧的表象，只是因為香港華人困苦到走投無路時，也極少會發狂殺人擾亂社會，耳朵只會自行了斷殘生或滅門了事。又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告指
2004年中國涉及貪污的金額就高達約4000億元至7000億元人民幣。單單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陳克傑受賄案、江西副省長胡長清索賄案及汕頭走私案及廈門遠華案4大貪案，就已經涉款近3000億人民幣。另據中國大陸學者估計，中國每年因賭博外流的資金高達6000億人民幣。連香港文匯報日前也披露，中國的資本外流1998年時已經高達每年480億美元，而且趨勢有增無減，旁證鐵證都在，不容狡辯。然而，中國的中央財政教育支出，據2006年的數字，一年才500多億元人民幣。由此可見，中國本來是絕對有錢發展教育的，是完全無需靠希望工程沿門托钵的，而且最後連希望工程也淪為騙錢的期望工程。這就令人很有理由懷疑，過半中國人口窮得那麼淒涼，究竟是中國真是不得不那樣窮，還是只因為有一小撮人中飽私囊所致？就姑且當一年貪污5000億人民幣吧，這還是不計其他合法的驚人浪費和公費大吃大喝。這就是10年的中央財政教育支出，或等於5億人每年1000人民幣收入的總和。對於許多農民來說，這已經是個好大的數目。這些全球也罕見的超級貧富懸殊現象，跟富者田連阡陌，貧者無立錐之地比較，豈不是猶有過之？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，是否也顯得有些平淡？唯其如是，中共依然自稱是人類道德的典範，提倡八榮八恥。共青團廣州市委等單位更是聯合發起尋找廣州10大孝子，這不就活像傳統中國人一邊弄虛作假、奸淫擄掠，一邊自稱是禮儀廉恥的龍的傳人？而在香港，香港特首曾蔭權則竟然說，2度貧富懸殊的基尼係數並不適用於香港。這就等於，雖然全球人類都可以用公斤作為量度體重的單位，或以公分作為量度身高的單位，但香港人的身體卻不能這樣量度。而香港統計處長馮興紅在得悉主子喜好後，便把屁放得越加猖狂，稱基尼係數高未必是壞事。人肉的宴席現在還排着，許多外國人聽到中國人吃貓狗就已經大驚失色，卻極少知道中國人有極其璀璨的令吃貓吃狗問題、吃熊掌猴子腦也顯得瑣碎的人食人歷史。目前國內流行的嬰兒湯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。在有8億漢字的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做全文搜索，人相識出現了1008次，易子耳時出現了236次。細讀內文都是實質，不是修辭學上的誇張筆法，而且不但吃，還公然販賣。是冬大雪，城中食盡，凍髓者不可勝計，或臥未死，以為人所寡。市中賣人肉，今值千百，犬肉值500。人肉之價見於犬豚，肥壯者一枚不過15千，全軀報以為臘。洪陽之亂，江蘇人肉賣90文一斤，漲到130文錢一斤。魯迅就曾說，後以偶通鑑，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，因此成篇，也就是《狂人日記》。中國人不但販賣人肉，而且食人肉不全是迫於饑荒，食法每每是毫無必要的殘忍。易牙為了豐盈想吃人肉的主人齊桓公，而把自己的長子烹掉給齊桓公享用。五代時趙思婉喜食人肝，趙思婉好食人肝，常面剖而脍之，脍盡人猶未死。元末明初，朱元璋軍隊食人方法多樣，而且要新鮮火煮。懷幼之君是食人，以小兒為上，婦女次之，男子幼次之，或使作2缸煎，外比以火，或於鐵架上生制，或其手足，先用沸湯澆潑，卻以豬帛刷其苦皮，或盛夾袋中，入巨鍋火煮。或男子則只斷其雙腿，婦女則剜其兩乳，酷毒萬狀，不可具言。此與唐初與人為糧，治倒魔債，謂但罪人如食糟。
屯者無義。至於新中國的人事歷史，儘管本朝的資訊封鎖比中國歷朝都更厲害，但我們依然有正義的歷史的一部分紅色紀念碑，或約翰基廷斯的《真實的中國：從食人肉到卡拉 OK》這一類揭發中國人繼續食人肉的著作，可見情況依然嚴重。至於近年嬰兒湯成為壯陽補品，更是令人側目。而且從年前一宗震撼全國的販嬰案件顯示，中國人不但吃死嬰，甚至极有可能也屠宰活嬰。2003年3月17日晚，廣西賓陽縣公安局黎塘分局根據舉報，在貴海高速公路賓陽收費站，從一臥鋪車上查獲28名女嬰被餵了安眠藥，手腳被捆，裝進旅行袋內，當貨物一樣打包運送。其中1人已經死亡，女嬰年齡最大的也不過3個月。一般相信，這批女嬰是正在運往製藥廠或飯店途中。主犯謝德明、崔文憲於2004年7月23日被判死刑，並於當天執行。借用小說家倪匡的警句，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所謂進步，用餐刀吃人肉而已。見今可以推古，鑑於篇幅，中國的荒誕歷史只能料舉以上一二。由此可見，只要參照一下當代中國人的表現，多麼離奇多麼齷齪的中國歷史，也很容易水清石現，變得清晰明確。在此再舉2個例子，比如無數人覺得中國人手握4大發明而竟然走向衰落，相當離奇。但今天中國統治者控制、糟蹋和誤用互聯網，不就是我們的祖先糟蹋紙張和印刷術的翻版嗎？2000年後，人類準要研究為什麼互聯網不能提升中國的文明水平。又如不少人依然不敢肯定，樣子看起來比洋人陰柔恭順的中國人，2000多年来是否如某些人指控那樣，是貪得無厭的殖民主義者或擴張主義者。但只要看看当代中国怎樣殘暴鎮壓某某某某，怎樣把遲至1684年才被劃進中國版圖的台灣說成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，怎樣對南韓把首都漢城改為首爾感到氣憤和失落，見今而推古，雖不忠而亦不遠矣。這樣的荒誕歷史，少不更事者或心靈純潔者是難以想象、難以入信的。特別是那些在溫室長大的洋人，甚至會逃避這樣的荒誕歷史，連認識的興趣也沒有，怕會大嘔不止，面容抽搐，摧毀心情。他們聽到狗肉、貓肉已經會叫你閉口，接收恐怖的極限級別就只是希特勒。洋人憎恨希特勒，卻接受毛澤東，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相信人類會有邪惡到那個地步。中國事太離奇，惹人懷疑。記得好像是中國研究大師白鹿旬講過，對中國的描述有時需要刻意淡化一下，否則更加難以令人相信。有人問張榮寫《紅石》是抱着寫小說還是寫歷史記錄的心態去寫，張榮說，本世紀中國人的生活過得比小說更離奇，在局外人眼中根本是戲劇化的無需雕琢。張榮出毛澤東傳時，又有人問他何以不繼續用小說文體，他說，因為中國的故事比小說更離奇，比小說更戲劇化。但我从讀中國歷史的經驗認為，中國人的生活過得比小說更離奇，並不是始於新中國，而主要是自秦統一6國，中國厲行獨裁統治胡天胡地後，便大抵如此。畢竟任何文化，包括中國文化，都只能慢慢演化。雖然我們厭惡中國共產黨，但不應因而把它描繪為與中國文化毫無關係的，如從石頭爆出來的外來邪魔。中國人的本質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，即使是那些天天上教堂的自封政治家也不例外。原載於2007年5月《開放》雜誌。